这里是晚安时光，我是汤这回来到最新期开箱点评。那今天呢，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我分享的玩具都是衍生这款来自 Marvel Legends 最近刚刚现货的 X 战警金翼系列，或者说你叫它金翼 X 战警系列里的双人套装。在我左手边呢是 Kitty Pryde， 也是我们的幻影猫，拥有着这个改变自己分子密度穿越的这个能力。然后另外一边呢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Marvel's Colossus， 就是你的刚力士。这款刚力士呢算是自这个2019年漫威80周年系列里面刚力士 VS 福坦克套装之后的算是后续的一个新的版本重置吧，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当然那个组合人，比如说天启时代那个组合人的方力士还算毕竟是一个变体版本，而且组合人的入手程度也比较高。整个盒子方面呢，算是非常正规或者说规整的一个方盒，这个透明吸附，内部的这个配件一览无余，两者都是双头雕的配置，然后都是有这个替换的手型。然后这边的话呢，它是带了这个小龙洛克希德，整个服装方面跟之前的有所不同。待会儿我们来对比一下，看到文具有没有区别。然后看到这个侧面呢，两者之间非常的暧昧啊。刚力士是一个半裸上身的非常猛的一个状态啊，毕竟两者曾经是这个男女朋友的关系。那这边呢有写到就是 Kitty Pryde returns to its serial institute， 就是回到了 S 教授的这个天才教育学院。然后呢，去教导新一世代的这个电种人，但是呢，他就是他非常惊讶，就因为他发现了这个圣像就是已经被复活了，或者说这个刚力士被复活了，就这么一个剧情。我们话不多说，直接来开箱吧。好的，本次刚力士和小淘气的全部内容物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有一说一这一次的配置还是相当不错的。预售价格在3张半的这个水平，给大家去做一个参考。目前现货价格，反正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整个观察或者说把玩下来之后呢，你的第一感觉就是有这次的算是重置的两个角色，身上的新微零件都还是非常多的，尤其是这边的刚力士，我感觉基本上是100%重新建模的一个存在个人觉得还是比较意外的。待会我们来细聊它身上的一些可动关节设计一些细节。然后我们先从这边比较小只的Kitty， 就是幻影猫来说起这次的幻影猫呢，依旧是给出了这个双头雕的配置这在之前的幻影猫的玩具里面算是比较之少见的。总体来说的话呢，幻影猫的身形我们拿到机台面前360的去旋转一圈，给大家去看一下。身形修的是非常不错，它绝对不是那种就是身材非常爆炸火辣的那种女孩子。但是在这个金翼 X 战警的故事线里面，它已经是成长到独当一面的这个存在了，也可以在 X 战警的这个天才学院里面去教出育人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说身材方面，它比以往的漫画线的配分要更加的这个高挑一些。当然，除去待会儿我们会去做合相对比的这个杂志限定版的这个 Kitty Pryde 之外，这款玩具身形我觉得已经修得非常不错了。而且呢，黑黄相间的这样一个战衣呢，非常让我非常想起了那种类似于这个就是下一个时代的战警的这样一个战斗服的感觉。腰带方面呢也是比较的干净利落，还有这个手套。整体的可动性方面，其实基本上都是有2.0时代的这个物体，没有升级到类似于黑寡妇或者说给杜莎这种高可动的物体。但是我觉得也算是够用。身上呢没有给出类似于配件或者说其他的这种武器，我觉得稍微有些遗憾。我们拉近镜头看一下它的头雕，这次头雕呢是双头雕配置，一个扎马尾辫的那种感觉呢，非常的干练。整个面雕的部分呢，我觉得是偏写实化的这个风格，绝对不难看。但是你要说它是一个绝世美女的资料，倒也不就是没有到那种程度，有一种邻家小妹的那种感觉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怎么样呢？接下来看它的战服部分，它战服呢有着类似于肩甲的设计，但是在边缘处呢还附着一定的这种褶皱的这样一个造型。这一点呢，在 Marvel Legends 的产品里面还算是比较少见的。一般情况下就是一个紧身衣素体，然后就一直带过了。
中间的这个拉链的部分呢，用这个金色的漆进行了点缀，算是比较好看的吧。那么简单来谈一下它的可动性啊。头条方面，它是一个哑铃关节2个球去连接，所以说它抬头低头幅度呢都比较有限，左右歪头呢有幅度，但是会有一定程度的回弹。360的旋转不在话下，马尾辫呢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旋转，手臂平台可以轻松超过90度，但是会被它的这个肩胛给干涉到。二头肌旋转五孔关节的这个曲臂会直接来到180度的这个曲肘幅度啊，非常的 OK。胸腰关节我们简单来看一下，体峰的最大这个幅度可以来到上斜的45度，非常不错啊。弯腰的这个幅度呢，前倾大概只有15度左右，左右侧腰呢是各30度左右啊，其实已经接近45度左右水平。所以说你想让它做出类似于奔跑穿越的这个姿势是 OK 的，但我很希望的是能够孩之宝的研发团队能够发挥想象，做出一些Kite Bride 去穿越或者说穿墙的这个配套件，比如说黑影啊，或者说类似于这个平行宇宙的这个斑点那种配套件，我觉得更能符合这个幻影猫的这个能力特色。本来呢，我也是因为 X 战警就是诸多的变种能力才喜欢上漫威宇宙的这个故事线，从而开始收集猫 Legends 的玩具的，所以我希望就是孩之宝能够在，如果说未来能够在这个 X 战警等一些其他角色上面一个替换件更加能够贴合人物的这个能力特点的话，我觉得就更加令人期待了。那另外一个头雕呢，我们简单来看一下。说实话，另外一个头雕呢，就把他的这个年龄做上去了。虽然他笑得很开心，但是呢，他整个的法令纹会比较明显一点，而且这张脸呢，它是一个相当于正常的这个中分，然后小波浪这样一个头发也不难看，但是确实就是感觉普普通通，跟印象中的 Kate 区别还是挺大的。然后再加上就是还有一个他的人物洛克希德。洛克希德我比较喜欢的玩法，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啊，都是利用他的这个小尾巴，还有他的这个翅膀，让他站在这个 Kate 幻影猫的肩膀上，因为看到这么一站还是很有感觉的。再加上这旁边的刚力士的这个身高，这两者真的是最萌身高差的。Kate 是绝对不矮的，我们这边做一下横向对比，然后这边的刚力士更是夸张。我们拿出他的武术导师金刚狼做一下横向对比，他反正比金刚狼要高出小半个头。然后拿出一般的这个女性角色秦葛雷，然后凤凰女，然后做一下横向对比，可以看到秦葛雷跟这边的这个Kate 是差不多的身高伸下去。再拿出这个杂志限定版的这个 Kate， 这个 Kate 呢，以前我觉得它是非常的苗条且高挑的，但是这两者你可以看到面雕的眼神各方面其实都是非常接近的。我个人觉得呢，这一套放在一起呢，作为一个产品进化和迭代还是蛮有意思的。虽然以前的这个零件比较老旧啊，无论是这个塑解还是各方面，但是这一款的这个头雕呢，已经用出了这个造点参印的技术，整体的观感呢还是非常带劲儿的。那这边的洛克希德仔细观察之后呢，其实两者模具是完全相同的，只不过这次洛克希德给出了牙齿的这个涂装，那算是有一定程度的升级，而且本身的这个塑料原色给的是类似于接近于生物的这种紫色的质感，我个人觉得还算是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提升吧。算是两种不同风格的 Kate 和幻影猫，大家更喜欢哪一款呢？下面留言或者说在这个弹幕区发表你的看法。那这边 Kate 我们就玩到一边了，那接下来是轮到了刚力士。这次刚力士呢，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啊，几乎100%全新建模，这一点呢我给一个好评啊，还是老作于算是良心了一会儿啊。当然呢，因为它算是一个巨汉语型啊，价格呢反正做一个双人套来到3张半左右这个水平也算是挺昂贵的。我们直接来看，话不多说啊，直接来看这次的刚力士呢，我们把它躺下来，用这个切割垫做一下这身高上的测量。A 字站立的情况下，从脚到头顶就来到了20公分，这算是一个常规组合人的身高了。我这边拿出这个虽然不是组合人版本啊，但是是电影的这个 MCU 版本的这个 Man Thing 沼泽怪物不叫沼泽怪物，就是类人体
去做一个横向对比。其实在某些程度来说，直接这么乍一看，它好像头顶高度比这边的这个大块头还要再高出一些啊。虽然说没有这个大块头这么厚实啊，但是这个刚力士的身高绝对能打。接下来呢，就是这款刚力士和之前的版本做一下横向对比啊。之前2019年的这个版本也绝对是老玩家心中的一个经典。你可以看到啊，这个面雕方面，我觉得新版本会更接近于另外一个厂牌 TST Diamond Selector，这个厂牌里面的这个美术风格，整体的面雕更加的硬朗。之前的面雕跟现在的这个版本比起来，我觉得会稍微有些糖，而且没有很凶的这个感觉。同时呢，这次的刚力士还给到了这个愤怒脸，我觉得这一次的刚力士的配置会更加好一些。让我们把这个镜头稍微调一下，然后拉近一下这边的这个镜头聚个焦，给大家去看一下。你可以看到呢，这次刚力士的漆面会更接近之前跟大家去介绍过的迷你漫画系列里面银色滑翔者这个 Silver Surfer 的这个漆面。这漆面已经会接近于这个镜像的这个金属银色，整个银色的发色呢质感是非常好，但是在涂装和品控上面还是有些翻车啊。比如说你看我这边这一块头雕的这个额头侧方位呢，其实大家看到啊，虽然反光度还是有的，但是有些部分呢就因为蹭漆露出了底下的这个灰色的实体颜色，这点稍微有些可惜。所以说这款玩具呢，虽然它是个大块头，但是因为漆面覆盖以及这个漆面比较娇弱的原因啊，所以建议大家把玩的时候还是要稍微上点心，或者说稍微注点力啊。你可以看到上半身的这个比例，两者修的是有些不同的，而且刚力士这次的这个手臂呢，看起来会更加的长一些。虽然身高拉长了，但是这个体型的壮硕感还是完全不同的。之前的这个80周年版本2019的这一托，它采取了跟 Pate 差不多的这个设计，有这边往外扩的这个肩膀的这个轮廓。它本身呢，相当于是一个大力士或者说摔跤手的这样一个穿着，整个观感是 OK 的。问题就在于它的腰带还有这个保护卡这个过渡实在是有些畸形，看起来它那个裤衩非常小，然后这个裆部呢也过于厘米了一点，看整个的切分呢也不是特别的好。这一点呢算是当初我觉得这款玩具最大的败笔啊。虽然它本身身上呢有一圈一圈的这种细节，可以掩盖它这个 butt 的横转，但是呢，问题就在于这个护衩实在太小了，看起来有一些搞笑。尤其是呢，它这个膝关节的这个护膝往上面多了一点，会使得它这个大腿的部分到大腿根的这个地方视觉效果非常的短，有点就是五短身材，看起来并不特别好看。那反观这次我们的这个新微的版本，我觉得这次裤衩的部分以及上半身几件衣的这个感觉还是相当之不错的，裸露的部分都恰到好处，而且呢，这个一些涂装呢也都非常漂亮。这一点呢，可能是我私心非常喜欢刚力士这个变种人角色。同时呢，无论他怎么出啊，无论是他换什么样的配色，我觉得他肯定后续呢会重涂各种单核啊，都有可能，因为这个角色确实人气很高。虽然能力非常的简单直给，但是呢，大家都是慕强的嘛，这种铁疙瘩猛男大家都是非常喜欢的。那整个面雕方面，刚才我们看了这个严肃脸，接下来看一下这个怒吼脸。确实这个反光度让整个镜头不太好聚焦。你可以看到这个怒吼脸牙齿方面呢是有这个噪点偏硬的服装。我不知道它这个头雕的内部口能不能跟这个电影线，就是死侍电影系列的那个头雕进行互换。但是有一说一我是觉得这个漫画线的头雕要比电影线的头雕要带感许多。电影线的这个头雕，我还是觉得比较憨。那这个漫画线的头雕呢，把这个刚力士作为一个人的坚毅，还有他的这个愤怒，整个情绪体现算是淋漓尽致吧，个人觉得是相当不错。那接下来呢，看一下这款玩具的可用性我觉得一体性是非常不错的。背腰关节稍微有些虚位，因为是个球形关节，我们待会儿来看它的那个弧度。头雕抬头，这个地方比较聪明的用了转轴这一点的表现我都会觉得比女士素质要强很多，因为你用这个双球头的哑铃关节，其实很多情况下，因为回弹还有说有这个
球装它的深度的不同，会导致其实你设计是挺好的，但实践出来的这个效果并不理想。抬头幅度 OK 可以看到天，低头幅度呢可以看到自己后持的胸肌，360度旋转不在话下，整个的这个斜方肌啊 V 这个轮廓以及它整个的刻画呢都是非常不赖的，个人觉得算是一个中上程度的非常上乘的一篇作品啊。肌肉纹理刻画非常的紧实，而且不够立体，像一个规则一样。落出来的部分呢，作为这个刚力士的生理特点，它拱出了一定程度的这个横线。这横线呢，就把它这个金属质感，然后搭配它的这个漆面，体现的算是淋漓尽致了。然后肩膀看似是个蝴蝶关节啊，但是这个设计呢，明显是孩之宝跟老麦进行了深入交流得出来的这样一个解法。这个解法呢很简单，还是这个套环再加上一个更长的轴。所以说呢，它其实是个假的蝴蝶关节，那前后呢各有差不多5度左右的这个可动幅度。手腕呢是一个外摆内收，但是说实话呢会被它的这个护腕给就是稍微干涉到。当他做这个 double bicep 的动作的时候呢，会稍微有些尴尬。不过呢，你做一个这样的这个动作呢，还是 OK 的，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胸腰关节挺胸幅度非常小，弯腰幅度呢也不咋地。这一点让人比较失望，左右侧腰呢有一定的幅度，然后往前斜切，这个角度呢你做1/4展背都做的算是比较自然吧。但是它下面还切了一段旋转，所以说呢，我觉得这完全是零件上面浪费啊，你完全可以做类似于加拉托伊斯那种上胸的这样一个设计，然后规避这些不必要的这个零件的浪费。那因为你这中间这一段是硬胶，你可以做这个左右合。但是，一旦如果说你做出了类似于加拉托伊斯那种注塑的这个软胶零件的话，你上下两段两个球关就解决了，然后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孩之宝不去做这样的设计啊。下半身的部分呢也是非常只给2个球桩插到这个大腿的根部。那大腿根部的旋转呢是集成在这个保护叉的分界处，这一点呢很聪明，而且呢也很好用。前踢幅度呢90度差一点，如果硬往上撇的话，我觉得会因为这两边的这个零件一个硬一个软把这边磨坏。然后双腕关节的这个 CC 幅度来看一下，那算是大块头里面非常灵活的，可以直接踢到他自己的屁股。然后脚步呢前后没有这个小腿的旋转，稍微有点可惜啊，左右的这个接地都是 OK 的。整体的把玩表现，再加上五虎关节以及精彩的漆面，还有非常传神，而且我觉得很具有力量感的这个头雕，这款刚力士呢算是这一个套装里面非常亮眼，无论是字面上的意思还是它实际上的呈现效果。那接下来这款凯特呢放在一起，我觉得两个人作为这个成男女朋友，然后放在一起出一个套装，还真的是挺有趣的。那故事线方面的话，就不跟大家去赘述了，大家可以去翻资料，然后把自己对于这个套装的看法，以及对于这个故事线里面装束的还原度，然后去做一个分析和讨论。那今天晚上分享就到这边，我是辉阳，在下一站见，不要关注的频道，拜拜。